魚進入我嘅生活裏邊係3年前嘅事。當時魚係點樣走入我嘅生活裏邊嘅呢？到依家我都唔係好清楚，可能係穿過我嘅夢呢，我估咁係最有可能嘅原因。過去嘅10年，夢又唔知咩時候開始，靜靜咁由我嘅生活裏邊消失咗。我一直過住好平靜嘅日子。10年裏邊一個夢我都冇發過，或者應該話冇一個夢喺我嘅生活裏邊留低過任何需要解讀嘅痕跡。直到3年前，我開始在發夢，我夢見魚。線條簡單，形狀有啲卡通，傻下嘅魚，佢哋簡直就好似喺漫畫書裏面走出嚟咁。有時一條，有時一群，喺深海裏邊漂浮，喺寒冷嘅空氣裏邊漂浮。係3年前嘅4月，嗰陣我因為工作嘅關係，去咗一個陌生嘅城市，走入咗另一個語言世界裏面。我被安排住喺一間好殘舊嘅工作室度，工作室好大，樓底好高，屋頂好奇怪，天花板係波浪形嘅，望上去就好似一個卡通片裏面嘅海洋咁，波浪形快樂嘅海洋。每一晚，我瞓喺床上面嘅時候，望住天花板就覺得自己好似瞓咗喺藍色嘅海底一樣咁。我好快瞓着，我開始發夢，我夢見魚，一串串嘅魚，發光嘅魚。嗰段日子，時間好似停止咗咁，日頭好長，夜晚就更加長。喺日頭，我努力學習用一種陌生嘅語言同其他人溝通，唔知點解喺一個陌生嘅語言世界裏邊，我反而揾到一種前所未有嘅平靜嘅感覺。喺夜晚，我開始發夢，我夢見魚，就係咁樣，慢慢魚開始進入我嘅生活裏邊，魚游出咗我嘅夢，走入咗我嘅工作室。停留喺裏面。每一次我喺夢裏面醒返嘅時候，我都發現魚喺我嘅工作室裏面。我嘅工作室好窄好長，幾乎長到比得上一個小型嘅泳池，其中一邊嘅牆就已經有10個窗。魚鍾意喺窗前面慢慢游，由一個窗游到第2個窗，再游到第3個窗，游到盡頭就轉身，就翻轉頭。每朝早起身，我就會見到魚喺我嘅工作室度不停咁游，游到攰，魚就會坐喺梳化度休息。魚鍾意聽音樂，魚特別鍾意聽電子音樂，係一個 Richard Hawkins 嘅音樂，無論魚游到邊一度都好，都會即刻停落嚟，跟住啲音樂搖頭擺尾咁，簡直好似他佢一樣。魚係 Richard Hawkins 嘅超級 fans。魚有時都會走去書架度抄啲書嚟睇，因為咁，我發現魚係識字。雖然魚好高竇咁，淨係鍾意揀英文書嚟睇，唔深嘅都唔睇。但係我有一種感覺，魚其實係識得講我哋啲話。不過，即使魚識得講我哋嘅話又點呢？我哋都唔會明白究竟魚想講啲咩嘢。因為我哋係2個嚟自唔同世界嘅生物，所以我同魚由始至終都冇傾過半句偈，就算係禮貌咁打下招呼都冇。
可以同魚溝通嘅唯一嘅方法係凝望，望住魚，靜靜咁望住魚。嗰段日子，我花咗好多時間望住魚，有時一望就一個下晝，一個夜晚，反正時間已經唔再流動。當我望住魚嘅時候，我覺得內心好平靜，好舒暢。雖然我仍然唔明白魚。冇辦法進入魚嘅世界，但係單單係望住魚，我已經有一種好滿足嘅感覺。嗰段同魚一齊生活嘅日子，我成為咗一個名副其實嘅戀魚狂。我聽魚聽嘅音樂，我讀魚讀嘅書，我搜集所有同魚有關嘅物件，魚嘅圖形、魚嘅故事、魚嘅傳說、魚嘅謎語。世界由我生活裏面逐漸消失，我嘅工作室裏面嘅空間瀰漫住音樂同魚嘅形象。無意中我讀到漁夫王嘅故事，我跌咗入去，我成為咗傳說之中嘅漁夫王，迷失喺充滿細微物件嘅符號世界裏面，迷失喺森林最深嘅深處。